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我們的來賓，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老師。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持續的提醒觀眾朋友，在最近持續的要記得幫我們在開啟影片之前，先幫我們按讚之外，然後呢，看到熱推薦也幫我們持續的按下熱推薦。如果還沒有看到的話，持續的在留言板上面留言熱推。那也歡迎觀眾朋友持續的告訴我們說，你現在在哪一個城市來做收看的？統整了一下這2天，許多的觀眾朋友特別反映在所在的區域，包括了台北那幾個地方，新加坡，還有紐約、東京、巴西、成都、四川、加州，有非常非常多，其實念不完。特別要再說一下，還包括了香港。那大馬的觀眾朋友也特別提醒我說要把大馬給念出來。謝謝馬來西亞的觀眾朋友持續的留言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今天節目一開始，當然了，我們持續來關注今天的焦點話題，就是有關於美伊戰事。現在在看說伊朗有沒有可能發動下一波的總攻呢？因為現在川普提出來的許多條件，還有這些軍事上面的行動，其實都沒有辦法達成目的。包括他說已經快要談成了，但是呢，伊朗始終針對濃縮鈾的問題仍然是不放行的。再加上經濟制裁壓不死伊朗哦，封鎖的部分針對荷姆茲海峽，美國也封不住來自於大陸的船。那麼現在看起來，美國手段全部都失效了嗎？這一場仗接下來如何發展？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3個火線話題，今天同樣我們會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川普說的快要達成共識了，但是伊朗呢不交出濃縮鈾，還可能轉移到其他地方去，甚至他說要自己做保留。那麼打了半天，現在怎麼看起來這一切又回到了原點呢？伊朗根本不可能放棄核能力嗎？所謂讓步，是不是也只是演給美國看而已？另外一頭正在醞釀一場更大的戰事嗎？第二件事情，其實美國到現在為止制裁了伊朗經濟上面至少40年的時間，把伊朗的經濟打崩。但是我們看到伊朗也持續的靠着它的影子郵輪、灰色經濟，持續的照樣撐住。如果制裁現在看起來真的壓不住伊朗的話，美國到底還有什麼籌碼可以逼伊朗上桌來談判呢？最後一件事情，持續關心美國高調的封鎖荷姆茲海峽，但是最新4艘中國的大型郵輪在軍艦的護衛下持續的通過了。面對中國，美國到底是攔不住，還是美國根本不敢攔下來自中國的船？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首先要特別注意到是，這週末可能美伊之間就要重啟了這一場最新談判，但是問題是真的談得下去嗎？看到川普怎麼說？他說現在呢，雙方已經非常非常接近共識了，並且他說的伊朗已經願意交出高濃縮鈾了，這是真的嗎？他說呢，可能接下來可以為美國帶來的就是免費的石油，還有荷姆茲海峽的掌控權。這話說得非常的有信心，還說自己不排除親自到巴基斯坦來敲定這一場協議。針對於川普的這些說法，至今伊朗沒有給予任何的證實。而且我們另外一方面看到，好像是跟川普來說是完全打臉嗎？因為根本沒有打算交出濃縮鈾。傳出伊朗決定的是60%的高濃縮鈾，這個濃度60%的高濃縮鈾會轉往其他的第三國來做放置，或者是部分濃縮鈾它會放在自己的國內做使用。名義上他說用在醫療和研究反應爐上面，但實際上是做什麼，其實也沒有人知道。濃縮鈾現在另外一個爭議是，美國要求的伊朗得停止濃縮鈾的製造20年，那麼伊朗說他只願意3年到5年，所以在濃縮鈾還有這個核武的議題上面，其實雙方還具有非常大的一個爭議點。伊朗真的如川普所說的，可能交出濃縮鈾嗎？還是只是做一個樣子？尤其伊朗現在其實非常的不信任美國，這一切真的可能發生嗎？還是可能會繼續偷偷的生產濃縮鈾？那苑老師怎麼看？我覺得他根本不可能把濃縮鈾交出去，伊朗不可能把濃縮鈾交給什麼美國啊、以色列什麼的啊，最多的話按照原來的協議啊，交給俄羅斯，由俄羅斯來負責保管。因為濃縮鈾的保存保管呢，它牽涉到3點非常特殊。
世界有非常多國家透過核能發電，但是只有伊朗跟日本他們會來搞濃縮鈾的事情。這個其實就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就要發展自己的核武。然後第二點的話呢，我們要了解到伊朗的話呢，眼睛看到自己被美國狂轟亂炸了一番以後，伊朗吃盡了苦頭，死3000人，死了168個小女孩，死了自己最高的宗教領袖。那伊朗難道不知道為什麼朝鮮在那邊更窮、更困難的情況下沒人敢招惹呢？就是因為有核武器。這伊朗難道不懂這個道理嗎？所以大家都懂這個道理，因此伊朗不可能會放棄的。然後第3點的話呢，伊朗要放棄核武器的話呢，就完全在中東處於劣勢，因為中東唯一現在擁有核彈的就是以色列啊。那在這種情況下，伊朗反過來被以色列威脅。現在以色列的表現的話呢，一旦伊朗沒有可能有核反應的這種能力的話呢，或者沒有濃縮鈾的這種能力的話，那以色列予取予求，那搞不準的話，以色列就真的敢往那邊丟核子彈。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伊朗原來是一直希望美國能夠做個保證，不要受到以色列的核彈的威脅，然後呢，它的濃縮鈾可以轉到俄羅斯去，然後同時呢，他會希望能夠在這些加硬的條件下能夠解開他受到的制裁，結果通通都被騙。說句良心話，伊朗真的是3000多年的文化，真的比起中華文化混了3000多年，他們腦袋是沒有我們想的複雜。伊朗居然相信美國2次，那第3次，剛剛主持人問我說，很明顯，這個川普講了一大堆大話。說句良心話，現在川普講的話，我就覺得不用評論，因為評論完了，明天又變了，你根本都搞不清到底什麼東西。我認為都是假話。但是在這種情況下，這種假話，伊朗居然相信了。應該是2遍吧，那這次第3遍的話，他沒有辦法再相信了，因為這個實際上牽涉到了亡國滅種的危機了。好，緊接着就是這個週末，看起來雙方就在核武的議題上面，其實美伊雙方看起來是沒有辦法達成共識的。那伊朗看起來也不會真的交出濃縮鈾，那美國到底接下來會怎麼做接招？這個會持續的做觀察。另外一方面，現在其實呢傳出來說，伊朗還向美國開價，就是說，好，那你要我讓步的話可以，那你就要停止對我的經濟制裁。所以他說放錢才會放船的意思是說，美國你要這個停止對我的經濟制裁，這樣子呢我才會讓船通過荷姆茲海峽。但是現在其實專家也點出另外一個問題是說，伊朗真的會害怕美國的經濟上面的制裁嗎？事實上，美國制裁伊朗的年數達到超過40年，那確實重創了伊朗的經濟，特別是針對石油的部分。當時2019年的時候，伊朗的原油出口量250萬桶，但是在經濟制裁下，2020年短短的1年期間被壓縮到只剩下30萬桶，縮水近90%。伊朗的貨幣2年間暴跌90%，國內通膨就一直維持在高檔哦。說達到了40%以上，但是它一直存在一個地下的一些商業模式來做生存。不管是我們提到非常多的這個灰色貿易啊、影子郵輪，還有非正式的結算體系，讓它在岸網級的郵輪這個部分有達到30%都是掌握在伊朗的手中，讓它的 GDP 還可以維持一點點緩步的這個成長。那上次哥怎麼看？這個經濟制裁似乎也打不倒伊朗嘛？我想美國制裁伊朗從1979年當時德黑蘭大使館那個人質危機開始，80年代的時候对伊朗的制裁是針對於2·1還有恐怖主義，然後90年代之後其實就是跟這個所謂的濃縮鈾有關係的這個核武器，短暫的在2015年達成了協議之後鬆緩了，但很快的川普上任之後呢，馬上又繼續制裁。所以我們看到，其實美國在制裁伊朗這件事情是從來沒有間斷的，始終都會找到理由，每隔10年都有個進一步的理由。所以你說真的伊朗被壓得死去活來嗎？當然，他沒有辦法跟全世界自由開放做生意，就不可能成為一個富裕的國家。然而，真的美國的這個強勢，可以陸海空、太陽、空氣、水都能夠控制，讓伊朗的包括石油或伊朗的其他的部分的物資都沒有辦法輸出去嗎？這個世界的運作不是只有在美元或美國的意志之下呀。俄羅斯、中國還有其他兩大強國，更不要說還有其他因為利益當中的這些所謂的暗影的郵輪在偷賣的，其實這在投資圈或能源圈都是眾所皆知的啦。美國不可能控制一切。好，你說現在在這個戰爭當中來講，持續的制裁有用嗎？現在在美以伊戰爭，現在眼前看到的部分，美國要的東西是不是制裁伊朗？美國現在要的眼前他非常需要的東西，因為他現在還有其中選舉川普腹背受敵，他要的最後就是要有一個
勝利的下台階。所以這個東西他眼前要的。當然我們知道，如果說，所以他需要有一個具體的東西，就是停火的協議。當然，停火協議它不是和平的停戰的協議，它就是停火，可能就像南北韓一樣，就可能這樣拖延下去，而且後面換美國總統之後，可能對伊朗的態度又改變了。所以這個眼前的戰略就是這個停火的協議，作為他自己，恐怕也不見得是這個中東戰爭本身的價值或走向，是為了他自己後面其中選舉的各方面的需求所言。當然，現在其實美國部分戰略他也不是笨蛋了，我覺得有時候大家把美國想成笨蛋也稍微太誇張了，因為他還是有總體的戰略，只是說他現在確實沒有厲害的招，制裁的招在眼前，沒什麼特別用的。這2天我們看到他開始整個美國政府，包括從貝森特，包括從川普自己本身開始對中國有施壓，試着說美國情報系統在描述說，中國你是不是暗中給伊朗部分防空系統？對，比如說你在什麼儲備石油等等的，你會發現其實他開始有一些在輿論上當中要把中國拉進來，或者是說他想盡辦法要讓中國對於軍事援助伊朗的任何可能性要就此斷供。我們知道现在停火談判的部分在進行的時候，這個進行的時候，一方面是表面上的政治動作，可實際上無論美國、伊朗都是在先前準備更多接下來一旦打起來的各種的生產跟儲備，包括如果能夠拿到各方面的軍事的這種補給、軍事的零件，所以大家其實都還是繼續準備中啦。如果單看這個停火協議，或單看美國制裁的手段，以為就可以讓伊朗或任何的國家當中就為他就跟他下跪，其實這個基本上是天方夜譚。好，這個週末登場的這個談判，現在看起來幾個條件都沒有辦法如這個美國所預期的。剛剛我們談了核武嘛，那伊朗不讓步。那第2個是經濟制裁，伊朗其實現在看起來也不太害怕。那第3個呢，荷姆茲海峽，美國可以掌握嗎？我們持續看到的是，因為呢，美國的戰爭部長赫格塞斯他最新也宣布了說呢，他要啟動的叫做經濟狂怒的計劃，也就是說呢，其他的國家如果跟伊朗買石油的話呢，他會凍結伊朗資金存在該國的銀行，那麼實施的叫做2級的制裁。另一方面，這個荷姆茲海峽，美國說它掌握住了，把它封鎖住了，但是呢，最新消息是4艘的中國大型的郵輪通過去了，它是在中國的軍艦這一艘叫做大慶艦的護航下通過的。那這4艘郵輪包括了中遠、珠峰、海豐海等等的郵輪哦，現在就被指說這個被酸啦。美國不敢對大國來動手，只敢欺負小國。那酈將軍怎麼看？那天川普這個因為解封不了荷姆茲海峽，他就加碼，他說那我美軍也要封鎖荷姆茲海峽。當美軍講這種話之後，這個川普講這種話之後，美國中央司令部趕快出來圓他這句話，說沒有，我們沒有要封鎖荷姆茲海峽，我們只針對伊朗港口出來的船只，做封鎖而已。哈，這個看出來，這個中央司令部已經開始在退縮。那緊接着我看到啊，就是中國國防部長董軍啊，注意到，其實這種話由董軍出來講，那是代表國防、代表軍事的力量。董軍講什麼話呢？川普說要封鎖荷姆茲海峽之後，董軍說中國船只將通過與伊朗協議繼續通過荷姆茲海峽。同時他警告美國還有這個川普不要干涉他們的行動。所以我想說，由董軍出來講這種話，就中國代表他有軍事的實力來當做後盾。那事實上，我們有一艘這個中國大陸有一艘軍艦。是大慶號，它是054A 的護衛艦，它的這種武力大概是32具的垂發系統，當然沒有055或052D 這麼大這麼多。可是它剛執行完在亞丁灣的護航任務，所以它就到這邊來實施護航。那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知道在川普揚言第一天這個要封鎖荷姆茲海峽，封鎖伊朗出來的船只的當天第一時間就有一艘中國中型的郵輪叫復興號，富有的富，星星的星，就已經通過了嘛。那我們上次在這邊也已經討論過了。對。那緊接着我們看到今天這個復興號可以說是打頭陣了哈，這個帶頭示範。那緊接着後面我們剛剛看到這裡這4艘的郵輪，這4艘就不是那種中小型的郵輪了，它是大型的郵輪，可以帶200萬桶的郵輪的，已經從這邊出來，而且通過荷姆茲海峽，很明顯的打臉美國哈。那你揚言說要美軍，你說要封鎖，事實上我就是走出來給你看。就這時候，這個有一些美國的媒體就會說，
這4艘船是假消息哈，怎麼講它假消息？這4艘船它不是從這個伊朗出來的，我們只針對伊朗的港口封鎖。這4艘船是從伊拉克、科威特那邊出來的船只哈，所以美國媒體馬上這個圓這件事情說是假消息。但是我特別要講一件事情。那不管這條船出來，我覺得說是這船有可能哈，它放出來的 AIS 信號是確實可能是科威特或伊拉克出來，但是真正出發的港口，你確認就是這些港口嗎？美軍敢確認是這些港口出來的嗎？那可能是從伊朗出來港口，我放一個 AIS 信號，說我是從科威特出来，這很明顯是給你美軍面子啊，讓你有個台階下，不然的話，你真敢攔截嗎？你真敢攔？如果攔的話，可能就出大事了哈。所以我覺得這個說是假新聞這件事情，是給美軍一個台階下，那事實證明美軍可能不敢攔中國的魚輪。好，謝謝酈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